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在《世界上最温和的改变自己的方法》一书中，作者西冈治讨论了如何改变自己的方式。他指出，许多人认为自己意志薄弱，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按照计划行事，因此感到挫败。一项调查显示，54.7%的人希望改变自己，这表明许多人希望改变自己，但往往未能成功。然而，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误解。他通过各种研究发现，改变自己的能力与意志力的强弱并无直接关系。这对许多人来说，既是一个未曾察觉的点，同时也是一个好消息。许多人尝试通过耗尽意志力来改变自己，但大多数人都会在过程中失败。这不仅仅是您一个人的困境，而是我们人类的普遍特性。我们首先要承认，仅依靠意志力无法改变自己，这从认知开始。然后我们需要了解不依赖意志力的方法。那么具体来说，在不依赖意志力的情况下，如何改变自己呢？答案是借助语言的力量。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是语言。因此，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本非常优秀的书籍，它能够帮助你在不依赖意志力的情况下，通过语言的力量实现显著的自我改变。观看这段视频后，你会了解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力量来让生活发生积极的变化。现在让我们开始吧。今天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我们将探讨在头脑中默念就能带来幸福的魔法词汇前5名。第二部分，我们将阐述脑内对话的重要性。通过脑内对话，只需简单的做某件事，你就可以最快的改变自己。首先，让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头脑中默念就能改变人生的魔法词汇前5名。在视频开头，我曾问过你是否认为自己意志薄弱。现在我还想问你另一个问题：你在生活中与谁交流最多？你的回答可能是父母、伴侣、朋友等，但实际上所有人的答案都是相同的。你在生活中与自己交流最多，你从嘴里说出的话语以及在头脑中思考的词汇，都是你自己最直接听到的。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与自己交流最多，对话的对象实际上是你自己。根据一项全球研究，我们每天平均说16000到46000个词，其中与自己的对话每天有数千到数万次，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对话数量。如果你日常使用的每个词都能提升情绪，激发新想法，那么你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巨大变化？此外，如果你使用的语言能够支持目标的实现，那对你的人生会产生多大的改变呢？事实上，许多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都有效地将语言运用于他们的生活中。当被问到谁对你影响最大时，许多人会提到伟人或父母，但真正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无疑是你自己。那么许多人可能会想知道，应该对自己说些什么话才能带来积极的改变。因此，在本视频的第一部分，我们暂时不讨论为什么我们的自言自语会对大脑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而是直接介绍一些每天都可以提升幸福感的脑内对话内容。让我们开始吧。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只需要在脑海中默念就能带来幸福、吸引快乐的魔法词语前5名。它们如下所示：1. 将日常变成充满期待和兴奋的日子，这些奇迹之语。2. 帮助你摆脱自我否定的幸福问题。3. 拥有一颗坚强的心，不受他人批评的影响。4. 了解自己迈向未来的强大词汇。5. 最快速找到梦想和目标的唯一问题。接下来，我将逐一解释这些内容，让你更容易理解。首先，让我们从能够将日常生活变得充满期待和兴奋的奇迹之语开始解释。想要显著提升日常幸福感的脑内对话之一，就是每天重复太棒了1000次。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会在一些小事情上不断地称赞太棒了。遇到这样的人，你可能会觉得他们有点夸张，但实际上，常常使用太棒了这个词可以提高幸福度。其原因在于大脑的惯性效应。大脑的惯性效应是指在你说出某个词语的瞬间，大脑会产生积极的感觉并发生良好的变化。
就像棒球运动员一站上击球区就会调整袖子一样，这种惯例有助于保持在成功时的状态。当你使用太棒了这个词时，你可能会感受到期待和兴奋的情绪。持续使用这个词，最终仅仅说出这个词，大脑就会重现这些感觉。因此，当你不断使用太棒了这个词时，你的大脑会主动去寻找事物令人惊叹的方面。例如，当你在打扫卫生或做家务时，这些都是日常活动。大多数人可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时候，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我在努力打扫卫生和做家务，我真是太厉害了。”然后大脑会自动寻找你做得多好的证据。比如说，平时你可能不愿意开始整理，但今天你很快就完成了整理工作，所以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棒。或者今天你发现灰尘很快就被清除掉了，让你感到很惊喜。大脑会自动找到那些平时没有注意到的感动点。当我们习以为常时，我们的大脑可能不会再感觉到幸福感。但是通过不同的角度仔细观察，你会意识到原本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并非如此。因此，太棒了这个词能让你关注平时被忽略的隐藏视角，起到聚光灯的效果。作者认为，幸福感低的人往往很少使用太棒了这个词。反之，如果想要提升幸福感，可以在脑海中多次对自己重复太棒了这个词。如果想让太棒了成为一种习惯，可以每天尝试说1000次太棒了。当然，你不一定要出声，只需在心中默念，也能让我们的脑袋感受到这个词的影响。类似的，使用喜欢、快乐、有趣等积极词汇的频率越高，也会增加幸福感。这是因为与太棒了相似，当你使用这些词汇时，大脑会自动寻找你喜欢、快乐或有趣的部分，所以你的视角会自然而然地转向积极的方向。那么你日常所见的一切都会变得更有趣、更令人兴奋、更让人感到快乐。如果你追求幸福的生活，不妨尝试用太棒了来形容任何事物。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希望你能开始尝试。以上是关于如何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兴奋刺激的奇迹词汇太棒了的解释。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如何通过克服自我否定来增强幸福感。接下来我将介绍第2点，一种适合经常自我否定且缺乏自信的人使用的魔法词汇。研究表明，那些经历过地震的人在面对负面事件时，更容易回忆起过去的负面记忆。我们的自我形象和自我否定感主要是由过去的经历和记忆所塑造的。例如，拥有许多快乐经历和成功体验，并且对其记忆深刻的人，往往更容易提高自我肯定感。因此，拥有丰富美好回忆的人更容易感受到生活顺利，逐渐变得积极乐观。日常关注和记住成功体验和愉快经历非常重要。具体方法是在一天结束时，问自己今天有哪些成功的事情，在脑内对话中回答这个问题，可以逐渐消除自我否定感，不断提升自我肯定感。这种方法不需要取得重大成就，即便是小小的成功也可以被视为成功。例如，你在午餐时吃到的蔬菜味道不错，这也是一种成功体验。或者你成功整理了杂乱的玄关，在公交车上让座后收到道谢，或是今天读了3页书，这也是一个绝佳的成功体验。在一天结束时，仔细回顾这些细节，你会发现日常生活中其实充满了许多美好的事情。正如之前提到的，通过脑内对话，大脑会自动从当天的经历中发现好的部分。此外，如果你想提高脑内对话的效果，建议你尝试使用“我每天都在变得更好”这一脑内对话。这句短语在心理学中被认为是著名且有效的增强自信心的短语，并且科学上证明了它能提升自信。原因在于，当我们的大脑感受到成长时，我们会体验到最大的喜悦。此外，作者认为短语中的“每天”是关键，因为我们的脑袋不喜欢剧烈的变化。通过逐步告诉大脑自己每天都在改善，可以让大脑顺利地朝积极的方向发展。每天结束时，请问自己今天我成功的5件事是什么？
通过这个简单的问题，你的生活会开始明显改善。至此，我们已经阐述了如何通过停止自我否定和每天自我反思成功的5件事来提升幸福感。接下来第3点，我们将探讨头脑中的魔法词汇，帮助你保持幸福，建立坚韧的内心，抵御他人的批评。你是否曾因被他人批评而感到伤心？显然，没有人会因受到批评而感到愉快，即使只是微小的否定，也可能让你觉得自己的整个个性受到否定，产生冲击。然而，作者指出，那些能愉快度过自己生活的人，往往对批评持宽容态度，并能抵御外部影响。那么，如何培养这种抵御批评的能力呢？关键在于第3个脑内对话。批评就像小鸟的鸣叫，通过脑内对话巧妙地化解他人的批评，你的内心将不再感到压力。另一个有效的脑内对话是：心灵就像湖泊，风吹湖面，可能会引起波澜，但湖底始终保持宁静和平静。如果你能将心灵比作湖泊，始终保持平静和谐，你就能拥有一颗稳定的心。只要每天坚持这些脑内对话，我们就能自然培养出坚定的心态，不会轻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正如湖泊的水面偶尔会波动，但内心深处始终平静安宁。在这里，我们结束了对心灵如湖泊这句抵御他人批评的心态的解释。接下来，我们将探讨第4个主题，即与未来相连的力量词语。以了解自己，我们人类存在一种错觉，即自己最了解自己。这种错觉是一种脑内偏见，它可能导致我们对自己的可能性和能力产生误解。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和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实际上，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可能并不全面，就像在镜子中观察自己的后脑勺一样困难。很多时候，他人可能更客观地看待我们。你是否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朋友的话在当时或许没有引起你的注意，但后来却如预言般逐渐应验。这表明他人往往在默默地观察我们。因此，为了客观地了解自己，我们可以尝试进行这样的脑内对话：人们曾经称赞过我的什么？通过回想他人的称赞，我们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能力和优势。正如前面所述，通过进行脑内对话，大脑会自动寻找我们的优点。回想他人的称赞，不仅可以提高自信心，还有助于我们发掘自身的潜力。这种脑内对话可能会引导你走向更广阔的未来。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尝试。在这里，我们结束了对别人称赞我的优点是什么这一与未来相关的力量词语的解释。接下来，我们将探讨第5个主题，即让你在脑中感到幸福的魔法词语，以及通过一个简单的问题快速找到梦想和目标的方法。在第5个也是本章的最后一个主题中，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一种强大的脑内对话，帮助你找到梦想和目标。作者作为一名脑科学家，经常收到各种人的咨询，其中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我找不到自己的梦想。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在这个频道中，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了许多书籍，这些书籍强调了拥有梦想和目标是丰富人生的重要方式。然而，有些人因为无法找到梦想和目标而感到困惑和无助。对此，我们有一个脑内对话可以尝试：你绝对讨厌的事情是什么？通过询问自己绝对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可以间接找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的线索。即使是那些找不到梦想和目标、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人，肯定也有很多不愿意做的事。这个问题可以帮助你明确自己的厌恶，从而指导你找到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标。例如，你可能讨厌被他人控制的工作，讨厌重复单调的工作，讨厌无法自由外出的生活等等。这样的讨厌之事数不胜数，只需列出你不喜欢的事情，你的梦想和目标的答案实际上已经浮现出来了。因为你绝对讨厌的事情的反面，正是你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标。如果你讨厌单调的工作，那不妨尝试追求一些每次都有不同创造性的工作。如果你讨厌不能自由外出的生活，
那不妨以拥有充足时间、能够自由出行的生活为目标。人们可能难以明确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但对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却往往能立即做出回应。因此，通过探索你讨厌的事情的反面，你可以逐渐明确自己的目标、梦想和想要追求的事情。对于那些不确定梦想和目标的人，强烈建议立即尝试这个脑内对话。接下来，我将介绍有关最强大的脑内对话的3个关键点。首先，让我们解释为什么头脑中的对话比口头语言更快地影响我们的心灵。脑内对话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速度非常快。语言主要有3种形式：脑内对话、出声语言和与他人交流的语言。脑内对话是你在头脑中自我交流的语言，而出声语言是心理学上所谓的私人言语，即独自言语。第3种形式是与他人交流的对话。在这几种形式中，前2者对个人的影响最大，尤其是脑内对话。脑内对话对我们的人生影响最大，因为它的速度极快。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脑内对话的速度比出声语言快10倍以上。研究表明，有些人在脑内对话的速度高达每分钟4000个词，这令人惊叹。例如，当你阅读时，默读的速度往往比出声阅读更快。头脑中的对话类似于此，它比口头独白要快得多。正如之前提到的美国研究所示，脑内对话的速度是口头独白的10倍。因此，简单计算一下，你在头脑中经历的语言量是口头语言的10倍。更多的语言量意味着你受到的影响也会更大，这显然是自然的。这就是为什么脑内对话对我们的人生有重大影响的原因之一。接下来，让我们解释第2个原因，即语言在脑科学上如何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变化。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来展示我们使用的语言如何影响我们的后续行为。在让学生用富有同情心的词汇撰写作文后，学生的行为变得更加友善。相反，让学生用干扰和困扰他人的负面词汇撰写作文，学生的行为则更倾向于干扰他人。更有趣的是，当学生用描述老年人的词汇撰写作文时，他们的步行速度变得更慢。你喜欢占卜吗？当占卜师告诉你这个星期运气很好，或者今天容易出错，要小心时，你是否会发现你的一天都受到这些话的影响？这种感觉实际上是科学上的。正如之前提到的关于学生行为受到词汇影响的研究，我们的行为受到语言的强烈影响，这已通过各种研究得到了证实。此外，其他研究表明，自认为比实际年龄年轻的人比不这么认为的人更健康，寿命更长。这些研究虽然未在本书中提及，但仍值得关注。我们的语言不仅影响我们的行为，还可能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寿命。为什么语言会对我们的身体和行为产生如此显著的影响？这不仅是基于统计学研究，同时也得到了脑科学的佐证。接下来是一些较为复杂但非常有趣的内容，请继续观看。近年来，我们对语言如何影响大脑的理解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确定的是大脑中的布罗卡区和维尼克区。这2个语言中枢网络与我们的语言能力息息相关。简单来说，布罗卡区主要负责言语表达，而维尼克区主要负责听觉理解。这些区域通过弓状树神经纤维彼此相连，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神经网络。目前，脑科学界最关注的是整合视觉、听觉和体感信息的视觉和听觉镜像神经元。这是一群大脑中的神经细胞，旨在模仿我们看到或听到的事物。不仅人类，许多动物的幼崽也通过模仿母亲的行为来学习各种技能。然而，关于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模仿能力这一先天特征，这一直是一个难解的问题，类似于鸡和鸡蛋的难题。这个问题通过镜像神经元得到了回答。我们已经发现，我们天生就具备模仿看到或听到的事物的能力。有趣的是，这些视觉和听觉的镜像神经元位于我们大脑中与布罗卡区几乎相同的位置。
这意味着，当我们试图使用布罗卡区发声时，这个瞬间的语言图像可能通过镜像神经元影响我们的身体感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根据作者，一位脑科学家的研究显示，当说出强或弱这个词语的瞬间，人们的手臂力量确实会变得更强或更弱。这进一步证实了脑内对话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的巨大影响。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解释了语言对身体产生变化的脑科学原因。接下来，我们将探讨第3个主题：战胜诱惑，抵制美味蛋糕的力量词。在第1部分中，我们介绍了通过脑内对话实现幸福的方法。为了放大这些效果，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可以帮助你。这意味着利用第3只眼的观点。第3只眼是指从第3人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在一项关于减轻压力的脑内对话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以不同的主语进行自我对话：我很好和你很好。结果表明，使用你很好进行自我对话的参与者比使用我很好的更加镇定。观察他们的大脑状态发现，用你这种第2人称对自己说话的人，更容易激活负责自控力的大脑区域。研究还发现，不安来源于大脑的杏仁核，而用你对自己说话的人能够更好地抑制杏仁核的活动。这项研究结果表明，只需将脑内对话的主语改为第2人称，我们的压力便能在大脑杏仁核的层面得到显著减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将第2人称转变为第3人称，可以更好地客观审视自己，增强对自己的控制。这正是第3只眼脑内对话的应用。愉快的经历通常从自己的角度看会增加乐趣和幸福感，但对于不安和恐惧等负面情况，从他人的角度看则可以减少对大脑的负面影响。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发现。因此，当你感到不安时，请尝试用第3人称对自己说话，比如阿翔，你没问题的，或者你不必感到不安。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不习惯或不自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大脑会将这种对话视为来自他人的声音，从而能更好地客观看待自己。此外，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有趣话题。实际上，第3只眼还能帮助我们抵抗诱惑，因此在减肥或避免不必要的消费方面会有帮助。想象一下，你站在便利店的甜品区前，感到无法抵挡美味蛋糕的诱惑。这时，你可以尝试用第3人称的立场对自己进行提问，例如：阿翔，你为什么想吃蛋糕？通过第3只眼的自我询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表明，这样可以战胜对蛋糕的渴望。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当你快要抵挡不住便利店美味蛋糕的诱惑时，试试看这种方法吧。我们的生活总是与各种诱惑做斗争。巧妙地应对诱惑，适当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对于取得成功、提升生活满意度以及过上幸福的生活至关重要。如果你任由欲望和诱惑左右，你的人生最终会走向毁灭。然而，在这个充满各种诱惑的现代社会，我们越来越难以抵抗诱惑。这时，请务必在每次遇到诱惑时活用第3只眼。这种方法对控制任何诱惑和欲望都非常有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